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新闻和分析。在这一期中，我们将介绍中国的经济复苏、不断恶化的中美关系、中国的抗病毒药物以及更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第3个总统任期，巩固了他的权力，并专注于振兴经济，将中国定位在一个超级大国竞争的时代。与此同时，美中关系正以惊人的速度恶化，引发了人们对最终冲突的新担忧。中国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对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构成挑战。由于缺乏关于其有效性的数据以及来自进口替代品的竞争，中国的国产抗病毒药物面临不确定性。我们还报道了特斯拉的电池片、中国的电动车行业和 TikTok 的美国困境等新闻。此外，我们为您带来中国 COVID-19 疫苗接种计划、与澳大利亚的贸易关系以及日本的芯片出口限制的最新情况。最后，我们报道了中国新任国家副主席和任命一位前反腐负责人为中国最高立法机构负责人。请继续关注我们对这些新闻和更多新闻的深入分析。首先是今天的独家见解：香港人才流到新加坡，却留不住。在过去3年的疫情期间，大量的外国企业外派人员由于无法忍受港府愚蠢的防疫措施，离开香港搬去新加坡，其中以金融业居多。尤其是香港严苛的入境管制，造成大量决策级的管理人员无法访港，使得后来很多金融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转移至新加坡。然而，世界是现实的，金融行业更是最势利的行业之一。金融行业没有交易，就是死水一潭。随着疫情管控措施的取消，香港恢复经济最大的障碍被解除，未来香港 IPO 市场势必会逐渐恢复。交易在哪里，人就得在哪里，这是金融业的常识。香港背靠中国大陆这个可以继续源源不断继续提供准上市企业的市场，自然会继续迎来 IPO 项目，而交易回来了，人就必须得回来。尤其是投资银行的决策层们不可能守住新加坡这个 IPO 沙漠，相对而言，而遥控指挥未来香港市场的 IPO。 因此，走了的那些外派人员自然也会陆续回流。再说，香港即使有国安法，跟这些外国人也没什么太大关系。香港的生活五光十色，即使现在光芒不在，也还剩五光五色，比起循规蹈矩的新加坡，自然还是吸引得多。两地金融方面的对比其实已经是老生常谈，这个话题实在没必要再纠缠了。新加坡取代香港真有可行性。系列之2，本文作者深野雅卫投资家，同时也是中国简报的特约分析专家。纽约时报：习近平第3次担任国家主席，目光投向美国。中国共产党控制的立法机构一致支持习近平获得前所未有的第3个任期，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并巩固了他作为中国几十年来最强大领导人的地位。随着个人权力的稳固，习近平正专注于振兴经济，并将中国定位在一个超级大国竞争的时代。他正在把自己塑造成中国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所需要的强有力的领导人，驳斥了关于他的专制风格正在增加国家危险的批评。习近平准备将他信任的官员纳入新的政府阵容，以执行他的议程，即恢复增长和保护中国免受国内外的威胁。然而，他对西方的警告有可能使与华盛顿的紧张关系升级，削弱中国的经济复苏。彭博社：美中关系螺旋式下滑引发对最终冲突的新担忧。美中关系正以惊人的速度恶化，引发了人们对最终冲突的新担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责美国领导一场压制中国崛起的运动。与此同时，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艾维尔·海因斯称，中国共产党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全球领导地位的主要和最重要的威胁。虽然美国和中国没有即将发生军事冲突的迹象，但双方都在加速为这种情况做准备。更糟糕的是，不断升级的言论正在巩固分歧，这可能使双方更难找到长期和平共处的方式。路透社：中国2月信贷增长快于预期，支持经济复苏。中国2月份的信贷增长强于预期，衡量经济中信贷和流动性的广义指标同比上升至 9.9%， 为偿还的社会融资总额以2022年11月以来的最快速度扩大。信贷的回升支持了刚刚开始的经济复苏，因为在 COVID 引发的下滑之后，中国政府希望提升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
202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半个世纪以来最弱的，政府为今年的增长设定了一个温和的目标，即5%左右。然而，人们担心在最初的反弹之后，势头可能会减弱。彭博社，美国服装公司看不到没有中国的未来。由于中国在制造业中的主导地位，美国服装公司发现很难减少对中国供应商的依赖。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并拥有大量生产高质量产品所需的机器和专业知识。虽然不断上升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供应链中断导致许多公司承诺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中国以外的工厂很少有机械或熟练劳动力来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如服装、鞋、家庭用品和行李。此外，寻找替代品也伴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复杂性。路透社分析，中国债务缠身的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构成挑战。中国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已经超过900万美元，可能会阻碍中国的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因为地方政府正在努力履行债务义务。地方政府融资工具今年有7900亿美元的在岸债券到期，是2021年以来的最高数额。其中一些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已经要求银行延长到期时间并降低利率。人们对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履行债务义务的能力以及对更广泛的银行业和市场的潜在影响的担忧正在增加。LGFVs 在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主要增长动力。日经新闻，中国开发商恢复交易后损失了1/3的价值。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凯瑟尔集团控股的股票在停牌1年后复牌时下跌了41%之多。这家总部位于深圳的公司公布了其拖延已久的财报，财报显示出现重大亏损，收入大幅下降。2021年末，在现金紧缩和销售放缓的情况下，中国的房地产行业陷入债务危机。凯撒是众多拖欠境外债务的中国开发商之一。彭博社，中国信贷攀升由企业和地方政府主导。在地方政府和企业借款的推动下，中国2月份的信贷增长达到3.2万亿元，4600亿美元，而抵押贷款需求仍然受到抑制。金融机构提供了价值1.8万亿元的新贷款，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测，几乎是去年2月的3倍。衡量货币供应量的广义 M2 比1年前扩大了 12.9%， 而信贷存量的增长速度稍快，为 9.9%。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敦促贷款人增加贷款，以帮助支持经济复苏，但最近几周它正转向更保守的立场。财新网，不确定因素损害了中国国产 COVID 抗病毒药物的前景。中国的国产抗病毒药物 SIM0417 和 VV116 面临着不确定性，因为缺乏关于其有效性的数据和来自辉瑞公司 Paxlovid 的竞争，后者被认为是阻止 COVID 感染成为威胁生命的最有效治疗方法。SIM0417 和 VV116 还没有证明它们在减少住院和死亡方面的功效。投资者对抗病毒药物的兴趣也在减弱。然而，一些分析师认为 SIM0417 和 VV116 的价格较低，可以帮助他们在国内市场上迅速取代进口替代品。如果政府开始购买更多的替代品，他们将受益。路透社，特斯拉招募亚洲合作伙伴以解决4680电池问题。特斯拉正在招募中国和韩国的材料供应商，以帮助降低其最新的电池单元的成本和提高能量。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已经与韩国的 LUF 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以提供高镍阴极，这可以提高其4680电池的能量密度，并利用中国的宁波荣贝新能源公司和苏州东山精密制造公司来帮助降低材料成本。该公司旨在用韩国 LG 能源解决方案公司和日本松下公司的4680电池来增加自己的产量。特斯拉设计的4680电池对未来的生产计划至关重要。彭博社，中国电动车股票下滑，汽车制造商继续降价。包括长城汽车在内的中国电动汽车 EV 制造商的股票下跌。继今年早些时候特斯拉降价之后，宝马和奥迪经销商将其电动汽车模型的价格降低了10万元人民币，14350美元。MSCI 中国指数也因这场价格战而下跌。随着越来越多的汽车制造商转向补贴和价格竞争以促进销售，投资者对该行业的警惕性越来越高。然而，一些电动车供应商，如中国电池制造商当代安博科技，认为最近的折扣是与客户分享锂矿资源的长期战略举措，而不是为了提供降价。日经新闻，游说华盛顿的努力失败 ，TikTok 在美国的困境加剧。
两党参议院提案将使总统能够禁止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两党参议员本周提出一项法案，将授权美国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关闭 TikTok 等外资应用程序。白宫的现任主人乔·拜登表示，他将支持该法案。美国官员担心的是，这个短视频平台收集了数千万，主要是年轻美国人的大量数据，可能被中国用于间谍活动或传播宣传。尽管努力在华盛顿交朋友，但 TikTok 的高管们说，在讨论保护美国数据不受北京窥视的协议和安全措施时，他们遭到了封闭的态度。南华早报：中国为其人口接种疫苗支付了多少钱？账单来了。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公布的成本细节，中国为其主要的 COVID-19 疫苗花费了大约每剂2美元，并花费1500亿元人民币，215亿美元为其人口接种。灭活疫苗的平均成本为每剂16元人民币，其中大部分疫苗由国有的国药集团和私营制药公司 Sinovac 生产。另外2种中国疫苗，一种是由 CanSino 公司生产的腺病毒疫苗，另一种是由安徽智飞生产的蛋白质疫苗，每剂价格也约为16元人民币。国家卫生局表示，他在2021年和2022年花费了1500亿元人民币购买疫苗，并为民众接种。同时，地方政府承担了执行清零战略的更大负担。彭博社：美国努力填补对中国科技公司浪潮的禁令漏洞。美国商务部正在努力弥补对中国服务器制造商浪潮集团实施的限制中的一个漏洞，该漏洞允许英特尔和思科等美国公司向其附属公司供货。美国商务部将浪潮集团及其数十家同行列入出口黑名单，但没有指明其所有的关联公司。此举导致人们担心，华盛顿遏制中国科技行业的运动正在受到破坏，因为美国公司在没有得到美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继续与浪潮进行交易。南华早报：西澳大利亚州州长将在4月中旬前访问北京和广州，这是4年来的首次中国之行。西澳大利亚州州长马克·麦高恩预计将于4月中旬访问中国，并在北京和广州停留，讨论旅游发展等话题。此次访问是在中澳双边和贸易关系不断改善的情况下进行的，也是两国之间一系列高调访问中的最新一次。澳大利亚总理 Anthony Albanese 和贸易部长 Don Farrell 预计也将在今年访问中国。两国的贸易官员在消除贸易壁垒和改善贸易与投资的讨论中取得了进展。彭博社：日本称尚未就芯片出口限制作出决定。日本贸易部长Yasutoshi Nishimura 表示，尚未就限制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作出决定。此前，荷兰宣布将对出口到中国的某些光刻机产品进行限制，在现有的对最先进的光刻机的限制基础上，又增加了限制。许多美国盟友正在努力平衡华盛顿对中国获得领先技术的担忧与他们对世界最大制造商的依赖。日本已经同意在原则上加入美国和荷兰的限制措施。彭博社：习近平在舞台上的闲聊显示了与中国新领导人的亲密关系，公开展示了与第2号人物的轻松态度。3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与高层副手在舞台上随意交谈，显示了中国新的领导团队之间的默契。这些谈话与5个月前国家主席胡锦涛被护送出党代会会场的尴尬场面形成了鲜明对比。习近平的副手们的改组引发了关于忠于他的团队是否愿意挑战他或利用他们的熟悉程度来帮助解决政策问题的辩论。南华早报：刚刚被任命为中国新国家副主席的韩正，韩正已被任命为中国新任副主席，接替王岐山。韩正的职责主要是象征性的，比如在海外仪式上代表中国接待外国客人。尽管副主席的角色历来是国家主席的培训基地，但目前仍不清楚谁将接替习近平主席。韩正在管理外交事务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曾与不同的老板合作，并在上海担任各种领导职务。他还曾是"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和中央港澳事务协调小组的负责人。彭博社：中国鹰派正在扔掉他们最强大的武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本周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对美国的直接批评，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两国走向全面经济脱钩的担忧。然而，中国33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部分被捆绑在以美元和欧元计价的资产上，而中国的制造业是世界上最大的，如果不进口西方技术，就无法运转。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正在优先考虑技术自给自足和由国内而非外部需求驱动的增长。在短期内，
经济脱钩是不可想象的。明智的做法是西方有选择的脱钩，同时保持大多数其他贸易不受阻碍。南华早报前反腐负责人赵乐际被任命为中国最高立法者。前反贪局局长赵乐际周五在全国立法机构的年度会议上以全票通过的方式被任命为中国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NPC 的新负责人。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预计将在国家立法工作中优先考虑习近平主席的设想，包括与美国有关的问题以及涉及外国实体和外国势力的问题。赵乐际被认为是习近平主席值得信赖的盟友，并且在党的重要机关有多年的工作经验。谢谢收看《中国简报》。